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叮当狗，欢迎你又回到我的狗窝哦。前2周，叮当狗带着家人去日本东京和关西玩了，没能及时更新，已经有粉丝宝宝发私信来催更了。在这里也跟大家预告一下，接下来会有在日本玩耍的攻略影片，不要错过哦。不过这期咱们还得回到佛州坦帕，给它收个尾。上期坦帕3日游的第2集，我们来了个博物馆日，去逛了达利博物馆，用各种方式跟达利的作品互动，还欣赏了被达利画作全面包围的超沉浸达利 Alive 360。紧接着又去了由网红出片长廊以及神级马戏团微缩模型的 Ringling 博物馆。晚餐韩国料理的大猪肘子、石锅拌饭、牛肋骨汤也是非常惊艳。还没看的宝子，欢迎去复习一下哈。这期来到了坦帕旅行的最后一集，我们要去 Silver Springs 超清澈的温泉河里划透明 kayak， 看据说是美人鱼原型的海牛，还会有绝美的日落和日出。除此之外，会给大家开箱一下坦帕的 Grand Hyatt。咱们这就进正片吧。一早从 Hyatt Place check out， 我们就往距离坦帕机场单程大约2小时的 Silver Springs 开了。其实坦帕周边有不少温泉河，都是可以看到海牛的。有些地方比如 Crystal River 还可以在温泉河里浮潜看海牛。不过我综合了河水清澈程度以及看到海牛的几率大小，最后选择了距离稍微远一点的 Silver Springs。如果大家是冬天来坦帕的话，基本去哪个温泉看到海牛的几率都很高，因为海牛是在海水和河水里都能生活的。冬天海水变冷以后，坦帕的很多海牛都会选择游到各个温暖的温泉河里过冬。开去 Silver Spring 一路交通都很顺畅，现在回看视频才发现，这一路天上飞机挺忙活的，蓝天上纵横交错，全是飞机云。途中经过一个加油站，房顶上居然有很多巨大的赛车模型，很有意思的。另外要给大家提个醒，别看这儿外面出着大太阳，晴空万里的， Silver Springs 这里比坦帕的温度能低上5-6度。我出门的时候完全没有预料到，穿个短袖加单薄的防晒衣，给我冻得够呛。谷歌导航 Silver Springs State Park， 进正大门这里有个很大的免费停车场，从这个标志沿正道往里走，就会来到公园的收费大门口。进门需要收每人$2的入园费，不过如果你跟我一样过来是冲着滑 kayak、canoe、paddleboard 的话，我不建议大家从这个大门进去。根据我的亲身体验，从大门进去找下水的码头很容易迷路，建议大家直接把车停到 Kayak Rental Silver Spring 这里。每艘需要下水的船都要在码头边的小亭子里交$4的 launch fee 下水费。公园的入场门票也是可以直接在小亭子这里一起买的。我这次是提前在 TripAdvisor 上面订了带导游的2小时透明 kayak 团，$75一个人。其实 TripAdvisor 上也有很多纯租设备的选项，价格更低一些，不过得早点预订。我是订晚了，只剩下带导游的这种团了。除了在旅游 App 上预订，后来我发现 Silver Spring State Park 自己的官网上也是可以直接预约的，大家可以参考比较一下。我们这个团人比较少，一共就4艘透明 kayak。集合以后，导游给说了些划船的安全事项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划 kayak 的话，也会进行简单的教学。过程中导游还会重点关注帮扶一下，完全不用担心。紧接着就是带着我们一艘一艘 kayak 下水了。刚下水的一小段，水质看着一般般，但稍微往外滑一点，我就开始惊叹泉水的清澈了。虽然特地租了透明 kayak， 不过透过船底看到的泉水效果感觉还是太一般了，还没有肉眼看着惊艳。还是给大家看一下我拍的水下画面吧。泉水之干净，水草之碧绿，感觉能起到洗眼睛的效果。导游还带我们看了数十个泉眼中的一个。Silver Springs 这里的泉眼日均出水量超过200万立方米，据说是世界上流量最大的泉水。光听数字好像没有太大的概念，咱们说直观一点，北京的著名建筑水立方大家都有印象吧，总体积大约是10万立方米。所以 Silver Springs 泉眼里流出来的泉水一天就能填满20个水立方，这么一算就感觉相当惊人了吧。这里的泉水涌出量如此之大，主要得益于当地丰富的降水。至于泉水为什么这么澄澈，是因为雨水渗入多孔的石灰岩层，经过了岩层的天然过滤，所以涌出的泉水才会异常的清澈。而且这里的泉水温度常年保持在23度左右，当天外面的气温才15-16度，
我把手放在泉水里，那是相当温暖。当下就觉得冬天要是能下去游泳的话，肯定超级舒服。可惜 State Park 里面是有规定的，这里不能下水游泳。咱们不是在水下还看到了不少鱼吗？这么干净的水质，我猜想里面的鱼一定特别鲜美吧。但是很可惜，这里也是有规定的，不可以钓鱼。Silver Springs 这么好的地方，好莱坞自然是青睐有加，尤其是作为水下电影场景的拍摄地。从1930年代开始的数十年间，就至少有20部电影在这里取景拍摄，其中就包括詹姆斯邦德电影《太空城》，还有6部泰山电影等等。参加带导游的团，比较好的就是导游能帮忙拍照，也能带着看更多的小动物。我们的导游是自己站着划桨板，视线会更开阔，能帮我们找到更多的看点。他带我们看了一种名字很特别的鸟，叫 Anhinga， 又被称为 Snake Bird。视频里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晰。Anhinga 下水的时候只有细长的脖子露在水面上，看着的确就像一条蛇，所以才有了 Snake Bird 的名称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近距离的看了晒太阳的龟龟，正在整理毛发的鸬鹚。途中不知道为什么有好几只蓝蜻蜓停在我的左手臂上，挺有意思的。不过咱们这趟来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它 Manatee 海牛。这一天导游带着我们看了5-6波海牛，真的是完全值回票价。海牛比我预想中的大只非常多，它们的体重能有400到550公斤，平均体长在3米左右，有的能长到4-5米，而且雌性的话会比雄性个头更大。其中的体重王者能达到1.7吨。它们的外表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圆润丑萌，圆圆的尾巴呈桨状，游起来慢慢悠悠的，性格很温和。这么大的身体却是食草动物。成年海牛每天吃草的重量大约是体重的10%，也就是将近50公斤。感情它们冬天上 Silver Springs 这里是泡温泉外加狂炫水草自助了。不过它们很偶尔的也会吃鱼之类的动物。海牛的牛身大约一半的时间都在水下睡觉，会定期浮出水面呼吸，间隔时间一般不超过20分钟。除了睡觉，剩下的时间多数都在1到2米的浅水区吃，真是实名羡慕这种纯躺平的人生啊！虽然咱们海牛看着笨笨的，但是根据研究，海牛可是有长期记忆能力的，还有学习复杂任务的潜力。在视觉和声音识别方面的智力更是比肩海豚哦，真是海牛不可貌相哦。当天我们还幸运地遇到了小海牛吃奶，这里看着好像是小海牛在妈妈胳肢窝里面撒娇，其实人家那是在吃奶呢。导游后来传给我们的他拍的视频就能看得更清晰一些了。大自然真是神奇啊，今天又是开眼的一天呢。有没有人纳闷，小海牛看着体型不小了，怎么还要喝奶呢？我查了一下，人家海牛刚出生的幼崽体重就有30公斤，已经不小了。成年母海牛大约是2年怀孕一次，孕期长达11到12个月，哺乳期一般还要持续1到1年半，这就难怪小海牛长得这么壮实了。据导游说，本来冬天的时候在 Silver Springs 是能看到鳄鱼的，只不过当天他超级卖力的到处找也没有瞧见。没有关系，能超近距离看到好多海牛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途中还看到一哥们踩着脚踏桨板，十分潇洒地从我们身边飘过了。这种形式的水上运动我还是第一次见，很新奇呢。总之，这2小时的 tour 我是满意而归。这来都来了，划完 kayak， 我们又从正门进 Silver Spring State Park 里面转了转。公园里有旅客中心、纪念品店、适合小朋友的 Discover Center， 以及卫生间、咖啡和卖零食的小店等等。河边的码头这里是乘坐玻璃底船的地方，这是 Silver Springs 最热门的旅游项目。刚才划 kayak 的时候，河上就看到了不少船。19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，有2位好事者在一艘小艇的底部安装了一块玻璃，从此就开启了一项新兴的产业，成为 Silver Springs 的旅游扛把子项目。看官网的图，船上配的玻璃底挺大的，应该视野蛮不错。想省点力气看水下世界的话，这个项目不失为一个选择。游览船每15到20分钟就会有一班，全程30分钟，成人是$15，可以在公园大门口现场买票。不过因为很有人气，
怕没有座位的话，提前官网预约比较好。一天公园里还有3班特别加时到90分钟的玻璃底游览船，这3班船记得必须要预约才能坐哦。在附近晃悠的时候，我看到保温箱里卖的只剩1个的 soft pretzel， 挂在上面转呀转，看着怪诱人的，5美金给它拿下。另外还要了一盒0.75美金的芝士蘸酱，一口下去，面包卷本身倒是真的柔软有麦香的，但是上面这大颗大颗的盐巴颗粒真不是开玩笑的，咸到舌头麻木了。外加芝士蘸酱也是咸的，美国的点心嘛，齁甜齁咸也算是常态了。咱于是不慌张，手动把上面的盐巴一颗颗抠掉，再蘸芝士酱，不就又是一个可口的 pretzel 了吗？玩也玩了，吃也吃了，这下心满意足该回坦帕了。反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高速拥堵的原因，谷歌地图给我们导了一条乡间小路，两边都是牧场，还能看到吃草的牛群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这天是我们在坦帕住的最后一晚，第2天一早就要搭飞机回旧金山了。我计划搬到机场附近的 Grand Hyatt 住1晚，这样既省了1天的租车费，还可以给大家多开箱1个酒店。请把计划通3个字打在公屏上。话不多说，咱们快速开箱下房间吧。一开门，眼前就是个茶水台，门口右手边紧邻着一个挂衣区，右边往里就是卫生间，空间不算大，正正常常的干湿分离。我比较喜欢整体偏米白色的家具内饰，给人很干净整洁的感觉。洗澡的话是个淋浴间，往里走可以看到房间的空间够大，摆设和装饰有种简约的时尚感，设施都很新。我发现电视机下面这盏月球灯看着很不错，还可以调节明暗，有点被种草。总体这个房间我挺满意的。感恩节的时候价格比之前住的 Hyatt Place 每晚贵大概40美金左右，但是住宿体验可是提升不止1倍。2个酒店靠得又很近，不到10分钟的车程，有点后悔没有3天都定在这里了。不过这里自助停车每晚还要另收20美金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入住之后太阳西斜，将近日落，得抓紧去机场把车还了。这里要再表扬一下 Alamo 车行，还车跟取车一样，也是无比丝滑。车开到还车点，拿好自己的东西，把车钥匙交给附近的工作人员就好了。从还车点去机场网约车上车点还要走一段距离，但是这一路几乎没有什么人，开阔洁净又有设计感的机场大楼，整面的玻璃外墙，搭配窗外的落日，走在里面简直是一种审美享受。等车的时候看到踏着晚霞降落的飞机剪影，浪漫的都有点不太真实了。我以为这就是落日的高潮了，没想到坐上 lift 还看到了红透半边天的火烧云。中国老话说晚霞行千里，看来明天跨越近4000公里从坦帕飞回旧金山会是个好天气了。还了车，晚上就不折腾了，直接在酒店大堂的1823餐厅吃晚饭吧。因为期待不太高，这顿白人饭反倒相当满意。菜单就1页，选择不算多，但有不少使用坦帕当地食材的餐点，我们点的2份也是。点了1份泪眼牛排，牛排上来是很厚的一大块，要了5分熟的，煎得挺好的。牛排外面用猛火高温，煎得略略有点焦焦的苦味。我感觉吃过的很多煎牛排，为了锁住肉汁，外表都有点微微的焦苦。不过相应的，里面的牛肉吃起来就会非常的多汁。在佛州这1星期，多数时候都在吃海鲜，久违的牛排肉感觉特别香。我切的这第1块是肉排外围的牛肉，有我喜欢的大肥油，不过也带了点筋，不是很好嚼。后面再切开来就没有遇到咬不断的筋了，还是可以的。整盘的调味都只有简单的盐和黑胡椒，包括牛排上点缀的几块本地的蘑菇和旁边的煎芦笋，都是纯粹的咸鲜味。里面搭配的现炸粗薯条，外酥里糯，很对我的胃口。另一份我们点的是香辣炸鸡汉堡，
汉堡胚是布里欧修面包，松松软软的，带点甜味。汉堡里面夹着一块炸的颜色偏深的炸鸡，上下又分别放了点凉拌紫甘蓝和腌过的墨西哥辣椒，看着貌似是有点简陋，但是吃起来口味非常适合我的亚洲味。炸鸡的外皮很酥脆，辣辣的调味，鸡肉虽然没有特别多汁，但是挺嫩的，吃起来的香味类似 KFC 香辣鸡腿堡。里面用的酱料又有一点甜甜的，吃到汉堡里面的墨西哥辣椒的话，辣度会直线上升。薯条的话跟刚才的牛排是同款现炸粗薯。这一份汉堡辣甜香，偏重口味一些，吃起来很过瘾，我喜欢。吃完就在酒店里晃晃消消食。酒店的大堂室外有个不太大的泳池，沿着外面的小道有条通向海边的栈道。看谷歌上的照片，白天的话风景应该是不错的。不过这大晚上黑灯瞎火的，咱们还是回吧。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以为我要洗洗准备睡了？ No， 有家网红甜甜圈，之前我在迈阿密就一直想试试，没找到时间，没想到坦帕这里也是有分店的。大晚上的，我罪恶的点了一盒半打的甜甜圈。The Salty 虽说是网红甜甜圈，但美国的甜点大概率是躲不过齁甜的命运的，就让叮当狗牺牲一下，替大家拍拍了一把。第一个 Strawberry Delicious， 最上面一圈是厚厚的奶霜，中间夹的草莓酱，底下是他家松软的布里欧修面包体，奶霜表层炙烤过，形成了有点像蛋白糖那样脆脆的薄壳。不过问题就是过甜了，中间的草莓酱夹心，草莓味也没有很香浓，我觉得这个可以 pass 了。第二位选手 Mini Chocolate Pecan Pie， 顶上这一团是很香的黄油味，有那种老式白托蛋糕的风范，很不错。面包上面一层巧克力，咬开里面的馅料有浓郁的太妃糖味，还能吃到碧根果。我本人超爱奶味，还有太妃糖味，这一款真的是爱了。可惜我查了一下，它不在常规的菜单里，是他们家的感恩节特供。第三个是 Brown Butter Salt， 跟它的外表一样，味道比较朴素，就是一层咸甜的糖霜搭配松软的面包圈，无功无过吧。第四个 Guava and Cheese 应该是他家的人气产品了，顶上搭配的饼干有奶香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非常之坚硬。面包体上面涂了一层厚厚的奶油奶酪，里面包裹的是香味浓郁的番石榴内馅，虽然甜度偏高了一点，但是奈何它非常的美味，难怪是人气产品。下面这个是 Mini Apple Cream Puff， 甜甜圈面包体被切开，里面放了苹果和奶油，看上去像个小汉堡。这款甜度不太高，苹果是跟肉桂粉一起烤过，酸酸甜甜的，还保留了一些苹果的脆度。不过这款也是感恩节特供。最后一个 Chocolate Whoopie Pie， 这个如果喜欢巧克力口味的话，应该会很爱的。甜甜圈本体用的不是面包，感觉像是在吃巧克力布朗尼蛋糕，甜度的话相对也没有那么高。其实为了凑单，我还买了一袋6个的传统糖霜甜甜圈球，没想到啊，这个糖霜薄薄一层不会太甜，球体用的这个面包，看这个截面就知道有多松了吧，真是朴实无华的美味。总结起来 The Salty 最厉害的是他家甜甜圈用的面包体非常松软，推荐买他家最经典的传统糖霜。当然人气产品 Guava and Cheese 也是很不错的，要是碰到有卖 Mini Chocolate Pecan Pie， 大家千万别错过。吃了一肚皮的甜甜圈，不留遗憾的睡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早又迎着朝阳去赶飞机回家了。一早从酒店 check out， 发现大堂里已经设置好了让房客可以自己装杯带走的咖啡，这也有点太暖心了吧，好评好评。又回到坦帕机场了，这个机场真的是深得我心。候机大厅同样给人宽敞洁净的舒心感，里面的海鲜餐厅居然配了个小型的玻璃水族箱，太梦幻了。回顾在坦帕的3天旅程，我觉得这里相比迈阿密气氛更悠闲，没有大城市的拥挤，而且坦帕的沙滩、美景、美食、博物馆等等也都可圈可点，是一个有机会我还会想来度假散心的地方。不知道有没有也给你成功种草了呢？好啦，这就是叮当狗坦帕旅行的所有内容了，下期就要去到日本咯，那么咱们成田再见。我是叮当狗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订阅哦。